那么有些公司大 V 讲，抗美援朝我们打败了，是败了吗？你问问美国人，他是承认他们败了，他还是他胜了？美国人都承认他失败了。观众朋友、网友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付天少。国庆档的电影票房冠军《长津湖》刷新了多项影史纪录。就在国人都在感叹志愿军的伟大之际，舆论场上却也传来了一些刺耳的杂音。抖音平台的影评人米卢恩恩甚至表示，中国大陆拍《长津湖》一类的电影是在威胁世界。而另一个罗大威则把冰雕连说成了沙雕连。表面上看，他们是否定志愿军的牺牲，而潜台词就是否定整个抗美援朝战争的正义性。这些人骨子里的潜台词是相当的恶劣，必须严厉的加以管制甚至制裁。那么我们应该怎么来看待抗美援朝呢？其实很多文章甚至影视作品都已经说明了这一点。1950年下半年的形势是非常恶劣的，以美军为首的10几国的联合国部队突破了三八线，兵锋直指鸭绿江边，对我们国家已经构成了严重的威胁。从理论上讲，我们不出兵行不行呢？可以说不行。虽然我们反对战争，希望和平，尤其是希望在一个和平的环境下建设百废待兴的国家，但是面临美国和其他国家组成的联合国军的威胁，我们怎么可能在一个受到威胁的环境下建设自己的国家呢？在这样的情况下，志愿军毅然决然地走出国门，抗美援朝，保家卫国，这就是当时的口号和我们抗美援朝行动的宗旨。美国人已经拿枪顶着我们的脑门，顶着我们的胸膛，在我们的家门口进行武力活动了，我们怎么可能置之不理？那么中国人志愿军有没有能力和武装到牙齿的美军相抗衡呢？那么从武器装备、后勤保障以及空海军的实力能力来看，确实是相当困难。我们和美军的装备可以说差着好几个数量级，要吃没吃，要穿没穿。武器装备也都是以缴获的兵器为主。以拥有强大空中火力和地面火力的美军相比，可以说根本就不在一个层次上。但是就是在这种恶劣的情况下，中国人志愿军发挥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以及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，将美军堵在了家门口，并且把他们打回到了三八线，以巨大的牺牲换来了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。那么有些公司大 V 讲，抗美援朝我们打败了，是败了吗？你问问美国人，他是承认他们败了，他还是他胜了？美国人都承认他失败了。因为抗美援朝战争和前期的朝鲜内战性质是不一样的。朝鲜内战开始是北朝鲜的军队占优势，后来联合国军介入之后，将北朝鲜军队击退到了鸭绿江边。在这样一个危急时刻，志愿军正式出国参战，又把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打回到了三八线。从这个角度讲，最终的胜利者四方：朝鲜人民民主共和国、韩国、美国和中国。应该说，唯一的胜利方是中国，因为我们是把对手从鸭绿江边赶回到三八线的，而美军是从鸭绿江退回到三八线的。那么这样的一个结果，可以说没有什么意义。美军虽然口头上说没有胜利，但是心里承认他们败给了志愿军。虽然我们付出了惨烈的代价，但是胜利是在中国人手里。在这样一场以劣胜优、以弱胜强的战争中，可以说中国人民志愿军无论是陆军还是空军，都打出了国威和军威。尽管我们有不足，很多地方还比较弱，但是最终的结果可以说志愿军胜了。那么抗美援朝结束之后，我们在东北亚地区赢得了几十年的和平，才有可能在东北大规模的发展重工业。通过东北地区的重工业，就支援了全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。这场仗必须打，而且我们打赢了，其影响可以说是非常深远的，怎么评述都不为过。当然我们志愿军战士在朝鲜战场上也付出了血的代价，
但是这个代价是值得的。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精神，他的作战能力在朝鲜战场上的彰显，可以说真正树立了中国二战后的大国地位。从此之后，世界各国列强没有一个国家敢于从海上或者是陆地上入侵中国大陆。从1840年到1949年这100多年来，光是从海上入侵中国大陆的侵略行动就高达740多次。但是抗美援朝一结束，中国大陆军的这个标杆呢就树立起来了，因此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敢于入侵中国大陆。那么随着我们国防建设的不断提升，中国的空军、海军能力呢也不断的提升。那么到了上个世纪60年代末，也就没有任何一个列强的军用飞机敢于侵入中国的领海领空了。现在的形势呢，应该说要比抗美援朝期间要好得多。无论是中国的东海、南海、黄海以及渤海，都有强大的中国解放军、陆海空三军和火箭军在守卫。那么这样的一个长时间的和平环境的得来，应该是不容易的，是和我们中国人解放军几十年来的发展建设离不开的。而这个和平环境的起点，应该说就在抗美援朝这一仗，打出了我们的国威军威，也为中国迎来了几十年的和平和发展。好，今天介绍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